家3口长期吃自制包子，全部确诊重疾，丈夫痛哭流泪，我的错。食品安全关系着自身的安全健康，一直以来都受到广大公众的关注。但近些年来，我们总能听说有关滥用食品添加剂、食品卫生不达标导致群体健康受损，或者因为经常在外面吃东西吃出健康问题的事情。这就让一些人觉得外面的食品安全卫生难以保证，自己做的食品似乎更安全。然而最近网上的一则一家3口因为长期吃自制的包子导致全家患重病的消息瞬间让人破防。难道自己做的东西还会吃出问题吗？吃自制包子吃出重病。李先生一家一直以来都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他们一家3口没有过高的追求，但对于全家的身体健康及饮食安全会非常关注。由于经常看到网上关于毒包子、硼砂猪肉、农药超标的蔬菜等的报道，让李先生对外面售卖的食品的安全问题越来越不放心。原本李先生一家还经常在附近的包子铺卖包子吃，在看到网上太多不安全食品的报道后，便和妻子商定今后咱们家自己动手做包子。为了追求包子的原汁原味，他们制作包子的面是自己磨的，包子里面的肉馅用的是自己家养的猪身上的肉，包子馅的调料也是自己调制的。他们多年就这样吃着自制的天然肉包子，一直以来也相安无事。可是之后有一天，他们突然感到身体很不舒服，于是全家去医院检查。最后经检查，他们全家都患了很严重的胃病。于是医生怀疑他们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当医生询问他们家日常饮食的时候，李先生说他们家平时都很注意饮食的卫生，而且一直以来他们都是自己动手做食物。他们家喜欢吃肉包子，于是做了很多，每次想吃就吃一点。听完李先生的讲述，医生说他们的病就是因为吃自制肉包导致的。听到这样的说法后，李先生痛哭并后悔地表示，今后再也不盲目自制食品了。李先生一家的遭遇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原来自制的食品也不是100%安全。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首先自制的食品不能完全保证原料的质量。我们自制的食品虽然不会任意添加一些食品工业原料，但是食品原料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微生物、细菌的。由于缺乏专业的处理，不能保证细菌被完全杀死。李先生一家自己磨的面粉看似干净，但由于无法实施专业的消毒杀菌，可能面粉本身就受到了污染。其次，对于食物原料的利用保存也缺乏经验。很多人都以为制作东西没有用完的原料放到冰箱里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存，可是没有想到冰箱里也会存在细菌。李先生家包子的馅料在保存的时候，由于没有套保鲜膜，直接放进冰箱，而且放置时间过长，从而使馅料也充满细菌。正是因为2个细节的忽视，才导致李先生一家的悲剧。其实，自制食品除了原料和储存的安全隐患外，还有对于食物的营养的合理搭配、原料的配比等都缺乏经验。这些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出现食品安全隐患问题。如何安全自制食品？既然自制食品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能自己制作食品了呢？答案当然不是。只要我们把握好以下几方面，自制的食品是可以保证安全的。注意食材的质量。要想做出好的食物，选择优质的食材非常重要。优质的食材不仅能够保证食物的口味，还能保证食物的安全性。只有安全卫生有保证以及品质优良的食材才符合优质食材的标准。为了保证食材的干净卫生，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市场上选择那种绿色、无公害的食材。除了干净卫生之外，我们还要注意食材的种类。比如我们在制作包子、软饼这类食物时使用的面粉，最好是选用全麦面粉，而不要选择过于精白的面粉。因为全麦面粉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营养素，这一点是精白面粉不具备的。注意食品的贮存。这个贮存包括原料的贮存和食品成品的贮存。原料主要包括制作食品的面粉、酱料、馅料等。食品成品就是制作完成的食品。无论是食品原料还是成品，它们的贮存都有关于贮存环境的温度、湿度等的要求。
所以不是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只要将没有用完的食材以及暂时不吃的食物成品直接放在冰箱里就可以了，而要严格按照贮存要求进行贮存。比如面粉的贮存要求是放在密闭的容器中，因此我们如果有没有用完的面粉，我们就不能直接用塑料袋放冰箱中，而要装在密闭容器中之后再放冰箱，这样才能不长臭。对于肉馅，我们不能用碗装着直接放进冰箱的冷藏室，而要套上保鲜膜再放。也就是说，只有合理储存才能保证食物不被污染。3. 注意食物营养的合理搭配。在自制食品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食品的清洁卫生，食品的营养搭配也必须关注。要想合理搭配食物，我们在制作食物的时候就要保证食物的多样化，不能经常只是一种食品反复做着吃，因为这样一来营养就会不全面。而要保证食物多样化，不是说每天一定要做不同种类的食物，重要的是要合理搭。比如我们包饺子的时候，饺子里面不能光是肉或者光是蔬菜，我们可以将胡萝卜、香菇、蔬菜、肉等都剁碎，然后包在饺子里。如果下次再吃饺子，可以换别的菜来搭配馅料。烹饪的时候也要注意佐料的使用，不要为了好吃盲目追求重口味。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哪些食物可以搭配在一起，哪些食物不能搭配在一起，避免食物相克。3. 这几类食品不建议自制。虽然说自制食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持食物的天然，而且也能享受自己动手的快乐，但是有些食品因为有一些较高的工艺要求，如果处理不好存在健康隐患，因此不建议在家自制。一般来说，以下几类食品不建议在家自制。1. 腌制食品。腌制食品包括酸菜、雪里红、榨菜、酸豆角等。在一些地区，家家户户基本都有这些腌菜的容器，也有自己制作的习惯。但如果我们本身没有掌握好腌菜的手艺，或者没有专门的容器，自制腌菜就存在危险。菜在腌制过程中容易产生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具有很强的致癌性，而减少亚硝酸盐的方式就是要做好容器的密封以及放足够的食盐。但是我们在自制的过程中很难把握放盐的火候以及储存环境的干净卫生，所以如果想吃腌菜，还是在正规的市场上购买，别再自己做了。2. 发酵食品。发酵食品主要包括各种酒类以及酸奶等。酒类中的葡萄酒是一些人喜欢自制的饮料，他们以为只要多准备一些葡萄长时间发酵就可以了。但是专业的葡萄酒酿造其发酵过程中，不仅要选择有利的发酵环境，还有一套严格的消毒杀菌程序，可以有效杀灭残留的微生物细菌。而自己发酵的葡萄酒很难保证彻底杀菌，如果喝了杀菌不彻底的葡萄酒，还会出现中毒。酸奶也是一样需要发酵，通常奶制品厂有专门的发酵器具，对奶源以及盛奶的容器进行消毒杀菌，而自制的酸奶就很难保证在发酵过程中彻底杀菌消毒。如果杀菌不彻底，就容易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所以对于发酵类食品，我们最好还是买现成的来使用。3. 豆制品。平时我们喜欢拿来开胃的腐乳、豆豉，在制作时需要保证有一个无菌的环境，因为这类食品很容易产生沙门氏菌、链球菌等。如果是正规的食品厂，他们都有一套严格的消毒杀菌程序，对环境的把控也很严格。可是我们如果自己制作，就很难保证环境的无菌性。另外，豆制品还是一种容易发生霉变的食品，如果在制作的过程中没有注意保存，还容易产生大量的黄曲霉素。黄曲霉素也是一种很强的致癌物，所以鉴于豆制品在市场上很容易购买，而且价格也不贵，我们如果想吃，还是到超市去购买吧。如今，一些人因为担心购买的食品滥用食品添加剂而选择自制食品。自制食品看上去是逃过了滥用食品添加剂，让食品看起来很天然。但是自制食品也不是没有安全隐患，它的安全隐患就是食物无法做到彻底的消毒杀菌，而长期使用存在细菌的食品，身体就会出现健康问题。所以，对于食品，我们不能盲目的认为自己做的就是安全健康的。外面购买的食品，只要是正规市场上购买，经过了严格的安全检验的，我们都可以放心使用。另外，食品的储存以及营养搭配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